这大清早的，他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公主别看了，进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看了。他们干什么呀？ 给我搜！怎么就打起来了？这匈奴人真不是吃素的，我还没到5岁就不给我活命。 义律将军，别来无恙。怎么样？没想到是我，有惊喜吧？我奉我乌孙昆弥之命，迎接大汉和亲公主，护送接回乌孙。义律将军要不要与我同行，一道护送公主啊？发什么愣啊？怎么，不跟我一起走？好。 我乌孙昆弥大婚之时，自会请将军前去喝喜酒，可不是现在。撤！
龙寇莫追。和亲队伍有一个小小的护卫护送，就知道你身份没那么简单。果然被我猜中了。乌孙骑兵由一个戏班的地痞带队，你也没那么简单。在下乃乌孙王储左将军翁归。怀护卫这一件，是在向我施礼吗？难怪查不出你的底细，原来是乌孙杀将。我奉乌孙昆弥之命担任和亲使节，怎么会让你查出来呢？乌孙翁归见过和亲公主。在下乌孙翁归见过和亲公主。解忧，咱们出去吧。咱们至少和翁归将军打个招呼啊！不行，不许出去。你这样太没礼貌了，你可代表着我们大汉。在下失职未能及时赶到，让公主受惊，请公主恕罪。解忧，现在的翁归可是乌孙大将军，咱们今后在乌孙的生活多少需要他的照应。之前咱们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多有怠慢。如果人家记恨的话，咱们之后在乌孙可怎么办呀？阿彩，翁归将军，阿彩，阿彩愚钝，不知道将军如此尊贵之身，多有冒犯，还望将军恕罪。你怎么会和公主？见到大汉解忧公主，还不行礼？解忧公主，公主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抓紧时间上路，别让昆弥等久了。乌孙翁归见过解忧公主。看来你跟这新来的小帅哥不是头会见啊。走吧，哥哥。收拾行装，准备出发。公主，你在找什么？我找水喝，只要水。只要水。玉
怀大哥，前面是哪儿？前面就是乌孙古道了。进入这条古道，就再也不能回头了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不去了。公主，公主无戏言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觉得我走得了吗？即使不在这乌孙古道边，我也不会回头了。从出长安城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不能回头了。可是公主出长安城的时候，那个男人还没有出现。今天，他出现了。怎么样？好了。好了。不错啊。哎，真香啊！怀将军，来啊！给我一口，你看。哎，怀将军，今天辛苦了，去吃点烤肉吧。啊！不必了，我警告你，不要跟我耍花样。我可没有公主那么好心肠。哎，看来怀将军对我的偏见这一路都难消了。就算我挺身而出，跟将军并肩作战，将军还是不记恩德，过河拆桥。哎呀，我还是去吃烤肉吧。有些人啊，连牲口都不如。你尽管逞口舌之快，但是别怪我没告诉过你，本将剑下男女通杀。我还真不相信怀将军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下手。虽然吧，我冯辽比不上公主的美色，但是比起普通的民女，我还是不输丝毫的吧。就凭你这点姿色，还想诱惑我呀？将军，我是不是应该学学公主，越不把将军放在眼里，越招将军的爱慕啊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将军息怒，我还是去吃烤肉吧，香，闻一下啊！哎，喏，你看上哪个帅哥了？走路不长眼睛啊！讨厌，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？去！哎，你们温贵将军在哪儿啊？不清楚。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就应该好好珍惜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这里是我乌孙的地方，在我的土地上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任何人都管不着。男女授受不亲。在我们乌孙可没这么一说，在这里，兄弟二人可以娶同一个女子。身为大汉的和亲公主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给我滚出去！一路上我都想问这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，你还只是个戏班的小戏子，而现在却成了乌孙的和亲公主？
解忧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？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：为什么刚见你的时候，你是乌孙落魄的商户，一天到晚混在戏班子里骗吃骗喝，拈花惹草？那现在你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有自己的使命在身，自然不方便向你透露自己的身份。什么使命？啊？你的使命就是跟大汉讨要和亲公主？是。你的使命就是为了让我变成和亲公主？不是，我怎么可能想到是你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就是你让我变成我不希望的人，是你让我失去自由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不遵守诺言来找我？你说好的3天以后就会出现，你说我只要带着这把匕首，不管我到哪儿，你都会来找我。你找了吗？你找了吗？你找了吗？我找了，可你没等我。3天后我去那个地方找你，你没在，是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不过，我还是信守诺言。我这不找到你了吗？你捏疼我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几天以后我就变成乌孙的左夫人了。公主，躲开！公主，吃饭了。这个肉烤得可香了。胃口不好，什么都吃不下。你怎么了？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过2天见到乌孙王面黄肌瘦的，人家会怎么想你啊？清瘦一些好啊。乌孙女人大多健壮，没准乌孙王看见我清瘦的，还更有一些兴致呢。瞧你这话说的，语气是越来越像那个冯姑娘了。冯姑娘，话糙理不糙啊。也许我真的应该在魅惑男人这件事情上下点功夫了。温归将军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他就这样，你忘了他偷班主细软的事情了？惯偷，死性不改。你别瞎说，温归将军他可不是这种人。公主，饮食是否习惯可口？公主，公主还在休息。公主若还在生气，属下只能劝公主一句。原谅我的所作所为。怀将军，您见到公主了吗？公主不在帐内吗？我刚刚找了一圈都没有看见她人影，以为她已经回房了。你什么时候发现公主不见的？半个时辰以前吧。那公主最后跟你说了什么？公主没说什么呀。大人，进来。什么时候？刚刚发现。怀将军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温归也不见了。什么？阿仔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还知道什么？说！公主本来就不想和亲，这一见温归将军，就更魂不守舍了。我想，他们也许私奔了。胡说！阿仔，你是公主的贴身侍女，怎可如此胡说八道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营帐内，禁止任何有损皇威的流言传出，你知道吗？阿仔知道。不
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公主失踪一事，记住了吗？来人，跟我来！是，走。来，老大，喝。来，喝。你知道这匕首对我有多重要吗？只要你把它带在身边，无论你走到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。你已经开始崇拜我了。是吗？
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？再不走，他们就追过来了。怎么走啊？游过去。不找艘船吗？什么？船？没船怎么过去？你是个旱鸭子。你骂谁呢？你不会游泳的旱鸭子。想不到堂堂的乌孙大将，大名鼎鼎的左将军，竟然是一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。旱鸭子怎么了？要不是旱鸭子来救你，你早被那些刺客杀了。要不是我那一刀，你早就死在他们刀下了。现在能不能先别废话，想想怎么把那些人甩开？那些人是冲着你来的，从敦煌到长安，从长安到玉门关，一波又一波，你是有多招人恨啊？哎，请问左将军，你欠了多少人风流情债啊？那些债主连死都不肯放过你。你个女人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？要走你走，我不走，反正是死。我宁可跟那些刺客拼了，我也不死水里。那我走了。哼，走啊！哎。大哥，你松开我！让你老赖着我，喝脏水吧你！装死是吧？哎，哎！啊！怎么样？我不是旱鸭子吧？还开玩笑！我把你的湿衣服拿去烤一下。啊！怎么这么多血呀？你别动！死都堵不住你的嘴。你说，为什么每次跟你在一起，我都是要死不活的呀？啊？哎，什么时候你才能不克我呀？都怪你那些债主，不知道你得罪了多少人。哎呀，我看啊，我这辈子最大的仇家，我看就是你了。你醒醒啊！你别睡啊！你别睡啊！哎！这儿这么凉。
大人，公主和翁归将军已经失踪了整整1个晚上，发生此事也不排除是乌孙在作祟。现在亲汉的翁归将军不知去向，接亲队伍里只留下一个不知底细的常山西侯。大汉和乌孙的关系更加微妙，属下认为应该尽早回营，以防不测。回营。诺。你和左护卫留下，继续寻找公主。诺。怀将军，怀将军，我刚刚听到一个坏消息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西侯是想问公主一事。怀将军性子真是直爽。对，公主并未失踪，只是遇到匈奴，受到了惊吓，想在草原上散散心罢了。怀将军，小侯刚刚还夸你性子直爽呢，怎么现在说话拐弯抹角的？你们大汉人就不能实话实说吗？怀将军，我早就听长安的朋友说过，说公主对和亲一事早有抵触，现在失踪1夜，下落不明。你说你身为这个护卫总领，作何解释？西侯莫急，本将正在尽力追查。我怀疑是匈奴。将军之意是匈奴从中阻挠，那小侯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你们故意放走公主，来挑拨匈奴跟乌孙的关系？西侯此言差矣。哦，别忘了，同时失踪的还有乌孙的翁归将军。请问西侯，此时此刻，翁归人在何处？这翁归将军一向独来独往，连昆弥都奈何不了他。你说我一小侯怎么能知道呢？既然如此，你我都不想此事闹大，身背罪责。对，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在这儿争个孰是孰非。请西侯再宽限1日，若再找不到公主，再回禀双方君主也不迟。不知西侯意下如何呀？那小侯就听从怀将军的安排。告辞了。如果一会儿那个汉朝将军来找我，就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。喂。吾皇万岁！乌孙接亲使节已到，杀将翁归与常山西侯，亦亲汉，亦亲胡，可见乌孙昆弥有意制衡国中两派。和亲之事不会简单。解忧公主一心系汉，等待和亲。放眼望去，这草原都是你的土地，牛羊都是你的财物，这就是你的乌孙。对你来说是家乡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里却是异乡。
如果你不愿意，为什么要来当这个和亲公主？有几个和亲公主是自愿的？能够选择的叫机会，不能选择的叫命运。难道说，你做这个和亲公主是被迫的？有几个和亲公主是自愿的？这世间有几个女子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的选择，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共度一生？你真的不想当这个和亲公主吗？想不想的都已经不重要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我若是不愿意，你还能带我走不成？只要你不愿意，我可以带你走。干嘛这么深情地看着我？你没有必要留下来当第二个细菌公主。不可能，我已经答应皇上了，一定要完成使命。以后不要再说这些忤逆的话。你的马回来了。昆明，温归殿下亲汉之心，那是昭然若揭呀。长沙西侯在，这话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？回禀昆明，咱们先不说大汉公主失踪的真相，但温归接亲失职，去向不清，大汉包庇隐瞒实情，这所有的一切，难道还看不出温归跟大汉的同盟关系吗？这是对昆明的皇权极大的挑战和羞辱啊！小侯昨晚梦见苍狼月下哀嚎，声音凄厉，这可是不祥之兆啊！昆明，恕小侯多嘴，我听说这个公主性格乖张，特立独行，和之前的细菌公主比起来，那是天壤之别。小侯不明白，为什么汉帝会派这样一个公主嫁入乌孙？昆明还是小心为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大汉会借机暗害我？人心不古，有所防备总不是坏事吧？大汉一向报复心重，难免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不许再声张。昆明，请放心，小侯会把此事烂在腹中。但咱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温归殿下迎亲，竟然和公主同时失踪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是我乌孙之耻啊！哼，我知道。这样，啊，你赶紧赶回去，不要让那些汉人起疑，啊。是，那小侯告辞了，去吧。休整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这次不杀大汉公主，谁也别回匈奴。是，出发。冯姑娘有何指教？我听说公主她……公主的事不用你操心。看来她真的失踪了。你伤还没好呢，一定要这么逞强吗？你行你来。
这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这样吗？腿分开。紧张什么？左肩放松，看准目标。我数到3，你就放箭。1、2、3。来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这，喂，你别乱射！解药！都说让你别拖后腿，怎么就那么……怀将军是在担心公主的安危，还是担心她和温归私奔啊？我见过他们2个相见时的情景，我不相信他们之间没有情愫。我告诉你，流言是会要人命的。怀某亦可杀人，抑制流言。冯辽不是没有分寸的人，冯辽只是在想，这乌孙到底有多少人见过公主的容貌？什么意思？公主乃皇家内眷，外人不得亲近。整个乌孙真正见过公主容貌的只有温归一个人，所以冯辽在想，如果解忧公主没能回来，是不是随便换上一个女子都可以到乌孙充当和亲公主呢？你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敢贪图这公主之位。我常年往来乌孙，素闻温归是一个聪明又大胆的人，所以才斗胆猜测。哎，怀将军，你肯定也想过这个问题吧？
如果温归和解忧公主同心所向的话，何不成全了他们？解忧公主乃皇上钦点，岂能儿戏？那我就要提醒将军了，小心温归釜底抽薪。温归跟你有仇吗？此前从未见过，哪来的仇恨啊？那你到底是何用意？我在想，如果解忧公主没有回来，我皇家买办的差事不就泡汤了吗？再说，公主是我见过的女中豪杰，没有了她，对乌孙、对大汉都是莫大的损失吧。我会查出你的底细。怀大人，怀大人，怀大人，匈奴来犯，北庭郡沦陷。什么？边将李希不敌，派属下前来求救。将军，这兵小侯真不能发。西侯，乌孙此次所败骑兵，皆为乌孙精锐。怀天杀恳请西侯派兵营救。骑兵是奉命迎亲，文贵殿下和我根本就没有兵权呐。西侯，如今边境受侵，乌孙大汉百姓遭难，解忧公主也很可能深陷其中。若公主真的有事，你的骑兵谈何迎亲呢？怀将军，你能否断定公主就在北庭？暂时还不能确定。暂时还不能确定。那将军想过没有？如果出动骑兵，所有人都知道公主失踪，你让双方的尊严何在？长山西侯，如今已经不是公主一人之事，边境所有的百姓都在受难。还望西侯能以大局为重。怀将军，你就不要再为难小侯了。没有昆弥之令，我不能擅自发兵。将军，恕我直言，公主现在尚未和亲，还不是我乌孙辖下之人。打扰了。来者何人？这大汉宋钦护卫总领怀天杀接到李将军的求救信，带兵前来。原来是怀大人，久仰大名啊！乌孙不便派兵，这里来的只是宋钦的护卫队。除了这些骑兵外，还有少量的步兵在军外等候。杯水车薪，还望李将军莫要见怪。李某明白，托怀大人的福，匈奴已被我等击退。李将军，我听属下说，匈奴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！哈，不过就是些假把式，将我汉军将士以一当十，不到1个时辰，便把他们击退。全部击退？匈奴已全部撤出30余里。那既然如此，还请李将军行个方便。公主的婢女突然逃走，我想在这郡内查找搜索一下。婢女，请便。都听好，郡内所有的年轻汉人女子，无论生死，都让我亲自过目。诺。
怀天杀已经带队去了北天。就知道这小子沉不住气。大人此连环招实在是高明，一石二鸟啊！只恐怕他们到死都猜不到。本侯忠心昆弥，为了乌孙着想，绝不能让汉人跟乌孙联姻成功。乌孙只有一个朋友，那就是匈奴。能不能少喊两句？我脑袋刚才挨了一棒子，好疼啊！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他们不是匈奴人吗？为什么抓了我们不直接杀了，还关起来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他们当然不是匈奴人。不是匈奴人。派系斗争，你知道吗？懂吗？你想，你是一个大汉来的和亲公主，我是个清汉派的王储。我们两人得是多少乌孙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？乌孙人？哎，你们是乌孙人？哎呀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啊！哎呀！啊！嘘嘘嘘嘘！这么喊能放我们出去吗？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紧张啊？我紧张啊！你不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啊？我不是不想，我是没办法。就这么坐以待毙吗？将军，士兵已经彻底搜查，没有发现可疑女子。召集士兵，准备撤退。诺。李将军，为何集结士兵？可是匈奴来犯。哼，他们哪敢！现在全都坐在30里外的牧民区。牧民区？据探子回报，匈奴人抢占了乌孙的牧民区，抢夺牲畜以供给用，现在正在杀牛宰羊，只留少量的骑兵看守。现在正是我们偷袭的大好时机。李将军，这尖锐部队全部击退，现在又松懈防守，这不像是匈奴人的作风。你的意思是我们大汉将士还抵不过匈奴人？不，我只是担心，如果现在去攻击乌孙的牧民区，会引起双方的误会。乌孙人早就被赶跑了，现在牧民区里全都是匈奴人。李将军，怀大人，想必你在皇上面前待久了，不懂打仗也属平常。哎，我们俩刑场上那样的生死都经历过来了，你还怕这个？我可不想死。哎，有没有人啊？你来干什么？翁归和解忧只怕是出事了。都跟着我！撤！撤！撤！报！将军，匈奴兵毫无防备，骑兵都在帐篷内休息。好，全力下去，准备火箭。诺，火箭手准备。李琦这是要用火攻，匈奴人还未察觉。这真让我看不明白，是乌孙想让匈奴人和汉人相互残杀吗？匈奴与大汉的恩怨，会由乌孙来怂恿。那倒也是，不过我听常山西侯的语气，
翁归和解忧一定在他们手里。报告将军，后面发现匈奴兵。盾牌兵，大家小心！他们在牧民区，救人！哎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翁归和解忧在火场里？乌孙与匈奴勾结，不仅要杀了翁归和解忧，还要将罪过嫁祸大汉，彻底断送乌汉联盟。出发！解忧，行了，节省点体力。你干什么？笨蛋，这么粗的木头，一个砍不动。我也砍不动，我们只能等它再烧一会儿，烧脆了才行。曙光，曙光，走！快！快跑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快走吧，你别管我。笨蛋，我不会走的，我这辈子都注定被你拖累。曙光，姐姐，曙光，曙光，曙光，快过来！曙光，解忧，回来，回来，解忧，回来！保护好他。快带他走！你们呢？霍天杀！快走！
将，将军，传令，全部撤退。诺。不管怎么说，公主能平安回来也是万幸。只是不知道翁归将军是否平安回来。乌孙和大汉最厉害的2个剑客在一起，平安得很。苏光，公主，苏光，公主你醒了。苏光，阿才，公主，翁归呢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放心吧，他跟怀天沙在一起，很快就会回应了。是冯姑娘把你送回来的。阿才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话跟冯姑娘说。谢谢你，别跟我这么客气。敢跟乌孙王弟弟私奔的人，我当然要救。你都知道了，这种事，傻瓜都知道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自私？大汉册封和亲公主的时候，边境的百姓一片欢腾，孩子们都在唱：等公主来了，边境再没有硝烟；等公主来了，家园再没有战火。现在公主来了，大家都在等，等待的却是死亡。玉，这，撤！现在你满意了吧？让开！解忧是和亲公主，和亲公主又怎么样？任何人都可以是和亲公主。皇命不可违，那是你的皇命，与我何干？那些死去的牧民又有何干？